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判断，这个南海神教教主颇为厉害，身外化身之法也非等闲可修习。洪荒天地间，深藏不露之人果然还有不少。念及于此，这白袍青年悠然道：如此贤德之士，若能常伴吾左右，天庭之困万年可解矣。但陛下……东穆公有些欲言又止。老臣仔细回味，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咱们完全没能摸到半点。只知他是南海海神教的教主，与龙族有些关系，与巫族也有点关系，其他竟一概都不知。吾此前推算了一番，发现了先天至宝太极图镇压他气运的道运，应是人教之人。白袍青年微微一笑，这人身份不简单，有所顾忌也是在所难免。今日用化身来相见，应当是想与吾结下善缘。龙族、巫族、人教，这个海神教当真有点意思。回去吧，此行收获已是颇丰。稍后爱卿你记得上一份奏表，就以招安南州众野神上天为内容，而后再将此事引到海神教上。其他野神不过大教收割香火之刀刃，唯独这个海神教着实不错。东穆公躬身：老臣遵旨。陛下，您莫非是想用旨意迫他现身？不，吾不会做这般短视之事。白袍青年含笑道：他那句话说的却也不错，知我者未必相合，相合者未必知我。他若今后能再现良策，为吾解惑，莫说南海海神之位，便是四海海神之位，吾就给他一化身，又如何？东穆公，稍后待吾好好思索一番，你再来南海神教与他相见。吾这天庭缺人缺仙，最不缺的就是天道功德。老臣遵命。渡仙门，破天风下的河谷缓坡，李长寿缓缓吐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元神都差点跟着吹了出来。今天这个牛是不是吹得太大了？哎呀，刚才我有什么说漏嘴的，或者是哪里表达不清晰，会引起对方误会之处吗？李长寿仔细的思量，反复的自查。今日自己并非全是大忽悠，也拿出了一些干货，无非就是如何整顿天庭内忧，缓解外部压力的计策。因能大概推演出天庭崛起的路子，李长寿找出这些计策并不难。说出第3条时，后面那9条都已经是成竹在胸。从对方的反应来看，自己结善缘的目的应该是达到。除此之外，自己也并未图谋什么。此事最坏的影响是什么？李长寿仔细的思索，无非就是自己被人教高手发现，他暗中给玉帝出谋划策，但人教本身又是力挺天庭。天庭此时就是在太清圣人的庇护之下，他身为人教弟子，为玉帝出谋划策也说得过去。此事的好处那就十分的多了。师兄，灵娥突然在旁边小声问：你怎么了？满头大汗的。李长寿手背擦了擦额头，却发现自己此时不知不觉已经是浑身冷汗。啊，修行遇到了一些瓶颈，无事，不必担心。灵娥眨眨眼，目中满是关切，却也记得约法3章，并未多说什么。李长寿不动声色地将冷汗化掉，心底推演着此时后续可能的几条发展路线。恍恍惚惚，红红火火，老子在上，他似乎把这位年轻的玉帝真的给忽悠住了。哎，一晚上不见，小长寿你怎么面色变差了？
是不是偷偷做了什么坏事，欺负我们小灵娥了？清晨时分，门内大比第2阶段即将开始，九九扛着狼牙棒飘了回来，看李长寿面容略微有些憔悴，关切地问了这么一句：啊，压力有点大，毕竟马上要开始周天之争了。李长寿笑着回答了一句，心底也是一叹：哎呀，我容易吗我呀？为了自身，也为了师父师妹，去天庭躲避封神大劫，昨天不得不把握机缘，用指道人来了一场我和玉帝有个善缘，之后又疯狂的推演，给出的谏言是不是对人教对道门有害，自身暴露的风险有多高，会不会惹来圣人3教高手的不喜。我容易吗我？一直到半个时辰前，李长寿才说服自己不必忧心，且看后效。这就导致自己有些心力憔悴，面色有些难看。那些渡仙门的天仙金仙完全不知道自家有个小弟子已经偷偷的跟天庭搭上了线。李长寿心里明白，只要一主动去算计什么，必然会引发各种因果，但有些事不主动肯定不会有结果，比如非喜当爹性质的开花结果。就听当当当几声钟响，玉台再次从主殿前飘来，今日的宾客还多了几个。李长寿维持着风雨咒，等待门内大比周天之争的开锣。此时李长寿和灵娥手中的玉简编号未变，胜场数已经被清零了。对接下来的斗法，李长寿自然不会有太多担心，但是360进108，灵娥确实略感压力。他虽然资质出众，又有师兄不断的开小灶，还得了几件仙宝护身，但始终是修灵较浅。虽然李长寿让他不必担心胜负之事，但是此前师兄给他定下了一个小目标，灵娥的心底已经有了少许执念。大比开始前，灵娥的心底犹豫几分，趁小师叔扛着狼牙棒去巡山的空档，在师兄耳旁小声说了一句：师兄，我能不能顿悟突破一下？言下之意是借顿悟的由头，让自己多展露一点真实修为。顿悟这件事自然是可遇而不可求，虽然有异类可以习惯性的偶遇，但不具备普遍性的参考价值。灵娥修道至今总共只有3次顿悟，还是在李长寿的点拨之下。李长寿略作思索，传声：可以，但是需要注意一些细节，要做就要做得有模有样。灵娥顿时面色郑重的点头，开始思忖稍后顿悟的细节。随后他闭目凝神，假装进入悟道之境，暗中调整归息平气诀第2版，做出气息不稳之象。上方副掌门开始发表重要讲话，勉励一番被淘汰的弟子，鼓励进入下一轮的弟子继续斗出自我，赛出风采，顺其自然，门内奖赏已经在来的路上。副掌门讲完话之后，渡仙门铁打不动的司仪葛长老站出来，宣布第2轮比试正式开始。下方立刻有2名弟子手中玉简亮起。李长寿想了想，这所谓的抽签会不会是有长老在暗中随手点向2只玉简呢？他暗自观察，很快就发现了蹊跷，还真有2个太上长老，每次弟子们手中的玉简亮起时，他们的手指都会轻轻动一下。哈哈哈，李长寿的嘴角略微有些抽搐。他本以为这玉简是一整套神奇的法宝，没想到一些平日里看起来高大上的东西，原理可能十分的简单。李长寿今天出场较早，第16场斗法就是他与一位同门师姐。斗法的整个过程很流畅，双方体验良好。那位师姐心心念念的小琼峰狼牙棒也并没有现身。李长寿的符阵
最后险胜一招，过程中也只是施展土遁躲了对方一击，很快就从土中钻了出来。施土遁路过别人群底这么没品的事儿，李长寿自然是不会做的。等李长寿驾云回到自己的位置，却见灵娥只是闭目凝神，身周飘荡着少许道韵。师妹的演技近来大涨啊。李长寿的心底一阵欣慰，若非他此前告诉了自己一声，他都要被师妹这以假乱真的效果给骗过去了。李长寿也没有多管，坐在蒲团上，悄悄地朝着侧后方无人之地滑动了少许。师妹真的也渐渐长大了呀。下方斗法继续进行，360名弟子要打9轮，如此方便排位。4时3刻，灵娥裙摆上横放的玉简轻轻震动了一下，其上光芒亮起。灵娥浑身未觉，身周道韵环绕，双手做兰花之状摆在双膝上，那张俏脸越发的明艳。李长寿见状暗笑，小师妹这戏略微有些过了。随之李长寿眉头一皱，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儿，立刻就要在灵娥身周布置一层结界，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所动，忽听得那玉简传出响动。灵娥缓缓睁眼，那眼眸之中一片空明，宛若无云无月最澄澈的星空一般，但空明之内还有少许迷惘。灵娥是真的突破了，关键时刻被打扰，没有走火入魔就好。不过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中寻求修为突破，当真是有些不太稳妥。就听得场中传来一声执事的呼喊：新子121，该你入场斗法。是。灵娥连忙应了一声，握着玉简就站起身来。但她刚刚起身，身周的气息忽而如潮汐般涌动，因刚刚突破，一股股玄妙的道韵扩散开来。霎时间，玉台之上周遭各处一道道仙石灵石探向此地。灵娥小脸先是一白，随后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归西平气绝，因为自己刚才突破境界，有一瞬间失效了，反虚境5阶的真实修为就这么暴露了。这怎么办？灵娥那白皙修长的脖颈都有些僵硬，弱弱的扭头看向自家师兄，却见自己师兄正满脸赞叹地看着自己，跟周围其他人的表情一模一样。完了！灵娥这一刻都快急哭了，临场突破这般倒霉的事，怎么就偏偏发生在她的身上了呢？师妹，你怎么一下子突破这么多境界啊？李长寿满是震惊地道了一句，周围的众师兄师姐也是发出一声声的感慨。一次突破6阶，这是什么神仙资质？咱们渡仙门又要出一个修道奇才了吗？人比人该死，道比道该废呀！灵娥禁不住一手扶额，下方场中的2位执事此刻也不催了，同样是略微赞叹地看向此地。正此时，就听李长寿对他传声：别哭丧个脸，现在的表情应该是表面淡定，心底欣喜，又不想让人看出你很开心的样子。不必担心，为兄开明得很，你回去之后也就是稳字经3600遍。灵娥的嘴角轻轻抽搐了几下，但是心底却是落下了一块石头。师兄还搭理我就好。他立刻调整自己的表情，握着玉简，顶着周遭那一道道目光，驾云向前，略微气息还有些不太稳定。这并非是伪装，是真的气息不稳定。若说此事最倒霉的应该是场下灵娥这一场斗法的对手，一位反虚境3阶的男弟子。灵娥急着回去跟自己师兄解释一下，自己并非是有意。
仙宝威能全开，干脆利落地将男弟子打飞，又盈盈一礼，潇洒驾云而去。场中那一道道目光，顿时感慨与赞叹更盛了。然而林和刚转身就发现自己的蒲团跟师兄的位置已经间隔了10多丈远。李长寿传声入他耳中：约法3章，接下来老实点，峰上的石板快不够你刮擦的了。哦。林娥给了李长寿一个委屈巴巴的眼神，随后就坐在自己蒲团上暗自苦恼。百年师兄记，愧于一突破。之前我怎么就来了感悟？燕儿师姐和她的琪琪师弟事件后，好不容易更靠近了师兄一点点，竟然又毁在了这次门内大比上。天理何在？何其不公！正此时，九九提着滴血的狼牙棒急匆匆地飞来，惊叹道：小灵娥，你修为怎么一次性突破了这么多？一旁的李长寿也是暗自惊叹。哎呀，这小师叔天天和灵娥腻在一起，竟然真的没有去探查灵娥是否隐藏修为的吗？师叔你别说了，我现在压力很大。突破是好事啊。灵娥顿时有苦难言，转头趴在师叔的怀里，将心里的万般委屈化作了几声模糊不清的呜咽。我怕产生心魔。乖，不怕。哎呀，心魔这种东西，你越怕越容易出事。突破太快虽然不是好事，但你这算是天赐的机缘。没事的。九九扭头找了半圈，总算找到了远处的李长寿，顿时瞪了李长寿一眼。后者闭目凝神，全然未觉，全力躲开目光重灾区。同时李长寿施展的风雨咒也听到了些许对小琼峰不算太好的消息。